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2015年，天津市警方接到一通紧急报警电话，一家4口因为食用了馄饨后全部中毒，生命垂危。当警察们赶到现场时，女主人和小女儿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救护车将男主人和大女儿送往医院救治，最终大女儿也因抢救无效离世，只有男主人谢忠幸存。这是一场令人扼腕的家庭悲剧，让人不禁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家人丧命的呢？谢忠和樊丽2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背井离乡，来到了繁华的天津，追寻着自己的生活出路。他们心中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在这座城市安家立业，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然而，残酷的现实摆在了他们面前。天津的房价一直高得让人望而生畏，对于2个没有家庭背景支持的外来打工者来说，买房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们并不甘心就此放弃，尽管房价高昂，但天津的发展前景和就业机会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决定不轻易退缩，而是努力攒钱，为将来的生活打下基础。于是，他们只能暂时租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然而，随着2个可爱的女儿的到来，原本狭小的空间更显得拥挤不堪，让他们无法自在的生活。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环境，谢忠只得外出寻找更大的住处。在天津租房并非易事，谢忠和樊丽费尽心思，在市区里四处奔波，寻觅合适的住处。然而，他们发现，要么房子狭小不堪，要么租金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让他们感到十分绝望。正当他们陷入困境之时，谢忠的一位同事给了他们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考虑租住仓库。虽然不如普通出租屋舒适，但租金却便宜许多，而且空间宽敞，足以容纳他们一家4口。听到这个建议，谢忠心动了，他立即上网搜索出租仓库的信息，幸运地找到一位姓李的老板在出租仓库，而且租金相对较低，这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如果能成功租到，将每月为家庭节省不少开支。于是，谢忠迫不及待地联系了李老板，安排了看房时间。挂断电话后，他激动不已，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决心抓住这次机会。毕竟，像这样价格合适的出租房可是很抢手的。之后，谢忠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约定的仓库，看着这个存放粮食的空间，他心中感到十分庆幸。这个仓库的使用面积，除去存放粮食的部分，还有100多平方米。想象一下，在天津其他地方租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可能是这里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因此，谢忠毫不犹豫地与李某签订了租房合同。然而，李某提醒谢忠一家，这个仓库存放过化学物品，可能存在挥发性很强的灭虫药等化学品。如果长期暴露在这些化学药品中，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他建议谢忠在粮食区和生活区之间建一面承重墙，以防止化学药品的挥发物进入生活空间。谢忠听完后没有太在意，只是随口应了一声。事后回想，他们也觉得李某可能有些小题大做。他们觉得为了避免一场可能性很小的事故而特意花钱建造一堵墙有些多余。因此，谢忠只是提醒家人不要靠近存放在角落的粮食和药品，便不再多想，继续享受着安家落户的喜悦。然而，谢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决定可能会给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7月正是天津炎热的季节，一场大暴雨给人们带来了些许清凉，但谢忠一家却在雨后出现了食欲不振的症状，尤其是2个女儿更是明显。考虑到小孩容易中暑，他们没有太在意这种情况。为了改善一家人的胃口，天气放晴后，樊丽决定带着女儿们去买食材。她想到了在一家常去的老店买些馄饨皮，再买些新鲜的猪肉和配菜，回家包馄饨。这个想法让几天来食欲不振的女儿们兴奋不已。回到家后，樊丽迅速开始准备馄饨。她熟练地切好肉馅和配菜，按照口味调好馅料，然后用巧手包起全家人最爱吃的馄饨。2个女儿也在一旁模仿着包馄饨，谢忠则满心爱意地看着妻子和女儿们，一家4口其乐融融。当热腾腾的馄饨端上桌时，一家人迫不及待地开始享用美食。2个女儿一扫前几天的倦怠和食欲不振，大快朵颐，直呼妈妈包的馄饨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樊丽看着孩子们满足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满足。之后，2个女儿吃完后兴致勃勃地去看电视，而谢忠和妻子樊丽则在厨房忙碌着。不料没过多久，突然发生了意外，2个孩子不约而同地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很快就剧烈呕吐，将刚才吃下的馄饨全都吐了出来。谢忠和樊丽立刻意识到可能是中暑了，于是他们赶紧让孩子们躺在床上休息，并打开屋顶上的风扇降温。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而此刻樊丽也开始感到头晕、恶心，并且胃里有强烈的灼烧感。与此同时，谢忠自己也感到身体不适，但是为了让家人好受点，谢忠还是强忍着不适，出门买了几个雪糕，试图通过雪糕降温。可以说，雪糕果然奏效，一家4口吃下雪糕后症状都有所缓解。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午休。可是，他们没料到，一次粗心大意竟然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清晨，太阳的第1缕光芒透过窗户洒进了仓库房，照在谢忠疲惫的脸上。他轻轻叫醒妻子和女儿，却惊讶地发现睡在风扇下的妻子和小女儿竟然没有了呼吸，而大女儿的呼吸微弱。谢忠心头一紧，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他拼尽全力冲出家门，向邻居求助，但刚走出几步便晕倒在地，昏迷不醒。邻居老张听到谢忠的呼救声，赶紧跑过来，看见一家人昏迷的情景，意识到情况十分严重。之后，他骑着破旧的3轮车，一路狂蹬来到派出所。一进门，慌张地告诉民警：“警察同志，我邻居一家4口不行了。”警方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发现谢忠昏倒在家门口，脸色苍白，而大女儿还在床上，似乎还有微弱的呼吸。进入里屋后，他们发现女主人和小女儿已经全身冰凉，没有了呼吸。警方立即将谢忠一家送往医院抢救。之后，警方迅速介入调查这起事件，派出专业人员前往医院和家中调查事情的真相。一组人员在医院等待谢忠和女儿苏醒后进行询问，另一组则前往他们的住所进行调查。但是，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大女儿最终还是因毒素侵染全身不幸身亡。现在，唯一可能存活的人只有还在重症监护室昏迷的谢忠了。但是，医生却说，谢忠刚刚脱离危险，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苏醒，因此要立即获得他的证词是不可能的。
警方眼见无法从谢忠这里获得证词，于是他们前往案发地点，开始搜集可能的线索。首先，他们调查了附近的监控，确定近期没有可疑人士进入谢忠家，并试图下毒。随后，警方进入房间后，对残留的食物进行取样调查，但结果显示没有检测到任何毒素。他们只能对房间里的所有食物一一取样，结果令所有人震惊，因为所有食物，包括放在角落里的粮食，都没有检测出任何毒素。而在调查陷入僵局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一切。由于长时间滞留在密闭空间里，一些警察突然感到头晕，紧接着是剧烈的恶心。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迅速命令所有人离开，并拨打急救电话。当他们全部撤离后，救护车赶到，将感到不适的警察送往医院。检查结果令人震惊，这位警察中毒的毒素与一家4口相同。有关部门立即锁定，确认这种毒素与房间内的空气密切相关。可以说，多亏那名老警察反应迅速，否则调查人员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之后，待专业人员穿上防护服重新调查时，案件的真相终于浮现。在对仓库空气样本进行分析后，鉴定人员惊讶地发现了磷化铝的成分。磷化铝是一种灰绿色的固体粉末，通常用于制作杀虫剂，因其成本低廉且高效而被广泛应用。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磷化铝如何吸水分解并释放毒素呢？之后，仓库主人李某听闻此事后，匆匆赶到后，而他的到来也揭晓了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原来，李某为了清除仓库里的米虫，购买了一批叫做良虫净的杀虫剂，放在了离仓库不远的地方。而恰逢下雨，这些杀虫剂中的磷化铝很可能吸收了雨水，导致分解产生了毒气。但是，调查人员仍心存疑虑，存放杀虫剂的地方距离谢忠的住所有一段距离，而且天气炎热，空气流动缓慢，即使毒气能够蔓延到他们的住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导致3人死亡。就在此时，谢忠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听到妻女全部离世的消息。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不顾一切地哭泣起来。警察努力安抚他，提醒他要坚强，毕竟逝者已去，生者还需继续生活。他们追问谢忠当日的经过。原来，当谢忠听到大女儿抱怨肚子疼时，他以为女儿是因为吃坏东西而不是。为了帮助女儿，他让女儿躺下，并打开了窗户和门，同时打开了电风扇，希望通过通风降温。而正是这些举动导致毒气迅速进入室内，并在短时间内充斥整个房间，使他们一家人不幸遇难。得知自己的行动间接导致妻女遇难，谢忠悲痛万分。他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要贪图便宜租下这样一个环境恶劣的仓库。而在这个悲剧中，我们看到了侥幸心理和马虎草率所带来的惨重代价。当人们抱着侥幸心理，忽视了潜在的危险，甚至对危险品的存放和管理漫不经心时，悲剧往往就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这起事件的发生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偶然因素的交织。首先，个人对自身安全的侥幸心理导致了轻率的决定，没有意识到可能的危险。其次，仓库对危险品的管理不力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该从这起惨剧中汲取教训，
警醒自己，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因为一时的便利而忽略了安全，以免付出惨重的代价。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